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红白机平台的兔宝宝2代汉化版。汉化的作者是逆游的五彩鱼。五彩鱼汉化了很多的红白机的游戏，而且汉化的质量都非常的高，所以推荐大家关注一下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当年玩过兔宝宝历险记1代。2代的游戏长度是5关，每一关都要使用不同的角色。激流勇进这一关使用的就是小猫，但是本关里边没有墙壁可以攀爬，所以也就失去了1代的技能特色。但是2代增加了一个门票系统，前4个关卡，每个关卡对应的游乐项目，想要游玩的话，就需要消耗一定数量的门票。游玩的过程当中，每积攒一定的分数，也可以得到一张门票。每过一关会得到一张金色的门票。集齐了4张金色的门票，就可以挑战最后的城堡关卡。前面这4关的难度曲线不是非常合理，后面的碰碰车还有过山车难度都非常的高。激流勇进还有火车的关卡难度稍低一些，这里咱们需要利用方向来控制缆车的上下。这款游戏我录制过一次原版，有小伙伴提醒我说，在缆车上跳跃可以控制住缆车，不让它移动。使用猫的这关，咱们没有任何的攻击手段。作为一只猫，鸟也怕，老鼠也怕，甚至鱼都怕，所以这只猫实在是太弱了。主人公一行之所以来到这个乐园，是乐园开业的时候给主人公一行发了请柬，但实际上 BOSS 是在乐园的各种项目里边增加了各种障碍。这个汉化的版本过关之后的奖励界面也进行了汉化。第2个项目我选择了观光火车。观光火车里边使用的角色是小猪。小猪的攻击方式有一点油腻了，向前挺的幅度过大，而且他这招在空中也能够用出来。小猪使用肚皮的时候应该是无敌的，所以说我感觉完全可以按住连发键，不停的在屏幕的边缘进行肉弹攻击。虽然场面不大好看，但应该很实用。这招好猥琐呀！小猪怎么可能顶着这样一张可爱的脸，使用出这样油腻的技巧？不管对手是谁，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，上去就是怼啊！一会儿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怼火车。本关要注意的就是尽量在屏幕的右方
因为火车会脱节几次。每次出现新的车厢，咱们最好马上站上去。这样的话就减少了背板的压力。火车驶出了隧道。前边不远应该就是 BOSS 战了。这里的弹簧拳击手套，大家在初代的最终 BOSS 战应该见过。而且本关的 BOSS 大家也应该熟悉，初代里边也登场过。兔宝宝系列我还玩过超任的版本，还有世嘉 MD 的版本。最近练习一下，争取也给大家录制。但后续的几种有没有我就不清楚了。这里的车速已经慢下来了，大家看小猪多强啊，实名羡慕啊！对面可是钢板啊！感觉钢板都可以弄穿。BOSS 出现，有些时候 BOSS 会虚晃一枪，然后从其他的出口出来。他的攻击方式是拳头，但这里没给 BOSS 机会。咱们已经到了站台，这样的话拿到了2张金色的门票了。碰碰车，碰碰车这关还是有难度。咱们需要的是制定好总体的战略，然后就需要依靠一定程度的运气了。可能很多小伙伴看到这关就想起来了，当年止步于此。其实操作上还是有一定技巧的，比如说咱们按住了攻击键的话，就可以进行蓄力，这样对控制碰碰车的位置比较有利。这是碰碰车的第2个场景，一共是3个场景，其中第2个场景是最简单的。咱们现在没有吃到力量，但是因为贴着墙边儿，所以说对方也把咱们撞不出去。解决了1个，第2个咱们要绕后，从后面撞他。从后面来，我还是比较在行的。看一下这个攻击速度，明显就变快了呀。第3个场景有难度，但是咱们开场就可以没有负担的拿到一个力量的道具。拿到道具之后，基本上可以马上解决掉一个敌人。这个时候对面是撞不动咱们的，还差1个。趁着力量道具还有，占据有利的位置。还差1关，最后这关是过山车。过山车的难度真的是比较高，需要背板。背板这里实际上我做了笔记，本关做笔记是有一个比较有利的要素的，大家注意屏幕的右下角有一个计时，但实际上本关是一个强制卷轴的关卡。所以说计时反而是给了你一个标记，哪个时间节点咱们跳跃，哪个时间节点下蹲，或者是把板子翻过来。实
实际上前面这几关都是有限时的读秒的，但是我感觉限时最有用的就是上一关。碰碰车一共有3个场景，但是3个场景的时间是继承的，另外的3个关卡版面都是强制的。这里使用的是母兔子。1代的时候它没有出场，不是一个可选的角色，但是在2代里边，狗子是没有出场，可能是关卡设计的比较少。毕竟作为一款家用机的游戏，只有5个关卡，并且每个关卡的攻略需要3分钟左右，这个流程是比较短的。这个车只有一点玩起来是很方便的，就是当你跳起来的时候，最后落下来肯定还会落在这个车上。有小伙伴说这是由于惯性啊，但是等你跳起来之后，这个车可能转了好几圈，或者是进行了变速运动，你还会落在这个车上，这就比较魔幻了。反正游戏嘛，也不归牛顿管。咱们现在拿到了4张金色的门票，就可以来最后一关了。最后一关使用的就是兔子了。本关可以看作有3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迷宫，但是上次录制完这款游戏之后，大概2年半之前吧，有小伙伴给我留言说：“大叔啊，我玩这关的时候走迷宫的方式和你不一样。”这个是有可能的，因为每次我打这关走的都是这个路线，有可能也存在其他的路线，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给我科普一下。兔子在本作有一个新的技能，就是翻跟头，是有攻击判定的，但实际上2代的可操作性比1代要差，因为当你跳起来之后，你的方向是不能够任意的进行操作的。这样的话，在跳很多坑的时候，就需要小心一点。这里我走的就是天花板的路线。兔子的翻跟头判定还是可以的，攻击的范围非常广，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。脚下的台阶越轮是越快啊！你翻跟头的时候，它就会停下，也不用担心会掉下去。但是跳跃的话就需要小心了，所以尽量还是不跳。上边好像有一只老鼠，扔下来一个棒球。这个场景1代也出现过，要注意不要被下边的妹子抓住。但这里被抓住的话，好像只是单纯的掉血。咱们加速是能够过2个砖块的，这一点和马里奥系列不一样，马里奥系列只能跑过去1个。这个地方稳一点。
因为如果你频繁的在前方踩这个台阶的话，它会越轮越快，后面就难操作了，非常容易踩空。跳跃之后再翻跟头是可以增加你的跳跃距离的，但是这个特性利用到的场景比较少。这里就是最终 BOSS 战了，最终 BOSS 会往下扔炸弹，咱们把炸弹踢回去，炸它5次就可以过关了。跟之前的关卡相比，最终 BOSS 战可以说是毫无难度啊，所以这款游戏的难度曲线真的有问题，并且我不太明白的是，为什么2代比1代删减了这么多的游戏要素。关卡的流程比较短，各个角色之间的差异也不是那么明显，失去了特色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兔宝宝2代汉化版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再一次感谢五彩鱼的汉化呀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